高考是很多人一生重要的转折点，它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。但是印度的高考作弊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，稍微严厉管控就上百万人集体弃考，甚至高考状元都是靠作弊考出来的。作弊方式呢也是群魔乱舞，小到用小抄，大到上高科技。问他们为啥要作弊，还理直气壮表示不作弊我怎么上大学？印度人作弊为啥会这么疯狂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，与中国、尼泊尔、不丹、缅甸、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4.2亿人。曾有一段这样的视频，印度正高考呢，结果一群家长徒手爬几十米的墙，拼了命的递小抄，这么离谱的事在我国根本看不到。要知道，高考是我国最严格的考试，作弊几率呢几乎为零。一旦被发现，不仅考试成绩取消，接下来几年都不能再考，而且还会被判刑。然而，印度的高考就是一场作弊的狂欢，手段低级点的就是打小抄、家长传答案之类的，高级一点的就是直接把手机带进考场，再高级一点的呢，那就是买专门作弊的小背心儿。看似只是普通的背心儿，实际上呢，里面不仅有微型麦克风，还有信号接收器，再带上隐形的蓝牙耳机。高考小看了米罢了。再神通广大一点呢，直接把高考试卷整出来，完了考试的时候直接照着写就行。总之呢，在印度只要想作弊就不愁没有新花样。那有人就问了，哪有家长爬墙？这监考官难道看不见吗？嘿，还真看不见，毕竟马内迷人眼呐。印度高考作弊颠到一个什么程度？就说2015年家长徒手爬墙递答案的那件事儿，光是涉案人员呢就抓了900多人，其中不仅有学生、家长，甚至还有本来应该抓作弊的警察。更离谱的是，还是这个地方比哈尔邦，高考状元呢居然被爆出来是靠作弊考到了第一。而这件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？因为这个状元吧，不仅拼错了政治学的单词，还表示这个学科呢学的是烹饪，这简直是把人当傻子耍呀！为了杜绝作弊，印度也搞出了不少措施。有钱没钱呢，办法都不一样。没钱呢，你不是喜欢打小抄吗？那好，所有人都只能穿着内裤露天考试，我看你怎么打小抄。而有钱的呢，那就斥巨资搞了套监控设备，各种检测仪器无死角的监控每个考生。但即使效果相当好，那些作弊考生呢依旧能面对。办法很简单，我反手就是一个弃考。原本呢有600多万的考生，结果一下就100多万人选择弃考。由此可见，印度考试作弊究竟严重到一个怎样的地步？甚至再狠一点的，直接断网断电，什么时候考完什么时候再恢复，哪怕上千万人的生活受影响也再说不起。然而态度是坚决的，效果是没有的，千防万防，依旧还是有不少人作弊。这是为啥？因为每年嘛都有数以万计的作弊需求，早已衍生出庞大的产业链，无数人靠着这一产业赚的是盆满钵满。其中有普通人，有政府官员。本质上来说呢，高考作弊在印度就是场非法生意，你也把它取缔了，那别人还怎么轻松赚大钱？当然，原因不止如此。如果问印度考生为什么要作弊，那他们大概会说，不作弊那还要怎么上大学？都知道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，那些印度富人呢能轻松的获取最优质的教育资源，而那些穷人先不说资源差，在印度公立学校连国家标准都达不到，就是现在呢还有人会因为没钱而上不了学，很多东西呢学不会，这也导致考不上大学，改变不了一家人的命运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就只能铤而走险，考试作弊。而且印度的高考是很残酷的，学校数量少，录取难度还相当高。就比如有名的印度理工，上千万人报考，但录取率还不到1%。那靠着考试作弊考上了大学就能找到工作，有好的命运了吗？实则不然，依旧很难找到工作，因为大学和大学之间也是不一样的。就比如说，在2019年，印度媒体就报道过，有个市招几百名清洁工，清洁工的工作很简单，能干活就行，而且工资也不高，大概人民币3000左右。然而却有超3500的大学生来应聘清洁工，其中还有不少硕士生。而他们呢，就是因为毕业了，但找不到对口专业，为了不饿死，就只能去抢清洁工岗位。相反，要是印度理工出身的，刚一毕业就会有国际知名企业来招生，工资呢也是其他普通大学的几十倍。毕竟印度理工每年的经费比其他学校加起来的还要多，这种资源分配的失衡明显违背了教育的本质。而我国的教育或许不是最好的，但绝对是最公平公正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给你发财的小手给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